40岁社畜大叔去买个宠物都能买到从异世界转生的大贤者，从此开始穿梭于2个世界搞倒卖，迎娶病娇女高中生，走上人生巅峰。而现在佐佐木正在跟小 B 学习魔法，今天学会的是回复魔法和雷击魔法，但是随着魔法知识的深入，单纯的口述教学已经不能满足佐佐木的需求了。小 B 就说要给他搞个魔导书，谁能想到现代世界的手机也能成为魔导书呢？因为魔导书只是记录咒文书物的总称。学完魔法后，佐佐木就带着小 B 打算回自家店里美美吃肉了。他的倒卖生意也走上了正轨，这次带到异世界的是对讲机，光是对讲机使用的电池就能卖100枚金币一个，让佐佐木大赚了一笔。而且商会会长甚至还想买断，这都是穆勒子爵的吩咐，因为最近他们国家和邻国的关系恶化了，很有可能会爆发战争，穆勒子爵肯定也要着手做准备。佐佐木感谢了商会会长的提醒，回到店里后发现店里的生意非常红火，这都多亏了弗兰奇的厨艺。佐佐木就给他带来了这个月的报酬，还有一些现代世界的料理食谱。在异世界当完大老板后，又要回到现代世界当可怜的社畜，一大早就接到了星期打来的电话，急匆匆地赶到了工作的地方。部长先跟其他同事介绍了一下佐佐木这位新人，而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剿灭异能力组织。那个组织里的异能力者全都是未登记的，还造成了伤人事件。星期上次也差点被袭击，多亏了佐佐木及时出手。为了不造成更多的伤亡，部长派人暗中侦查，并且找到了那个组织的潜伏地点，决定今天就将其一网打尽。全副武装后，大家就出发了。资料显示，那个组织的异能力者并没有什么高级能力，佐佐木的前辈们就显得有些放松。窝点是一个废弃工厂，大家举着盾牌躲在了柱子后面。随着部长一声令下，大家一起冲了出去，然而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这时星奇突然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，叫上佐佐木赶紧离开。下一秒就听见耳机那边传来了惊叫声，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和总部的联络也断开了。紧接着其中一个队员被保龄球砸中倒下，地面也开始震动起来，所有保龄球都飞到空中卷成了龙卷风。这一看就是高级异能力呀！队员们立刻慌了起来，转身就想跑路，却被那团龙卷风相继撞倒。但其中一个人发动了自己的火能力，但火焰全都被风吹散，里面还飞出来无数保龄球。转眼之间，反倒是他们突击队快要全军覆没了。而佐佐木从一开始就察觉不妙，躲在了柱子后面。听到星奇的指令，在他跑出去后，立刻生成了一团冰送过去。星奇将冰化为水，围在自己身前充当屏障。佐佐木就四处寻找异能力者的位置。就在这时，地上的队友又跟着一些保龄球一起飘了起来，然后重重地撞向地面。星奇赶紧把水运过去作为缓冲，这才保住了队友一命。在通讯器里让佐佐木快逃。很明显，他们已经不是敌人的对手了。可如果佐佐木走了，失去水的供应的星奇肯定也逃不了。佐佐木当然不可能那么做，毕竟他以前看过的一本书里写着，公务员临阵脱逃的话是重罪。没想到那个异能力者居然现身了，而且还是个年龄不大的美少女。她一来就用能力将星奇举了起来，眼看星奇也要摔下去了，她立刻打开腰间水瓶的瓶盖，将那些水作为缓冲接住自己，又把水凝结成冰柱射向少女，却被对方以极快的速度闪身躲开，转眼间就来到了星奇身前。星奇不得已在自己面前竖起了一堵冰墙，抵挡少女的进攻，结果还是被对方一拳击碎。那一瞬间，他是真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。不过少女并没有打算杀死星奇，她很欣赏星奇的能力，只是揉了揉他的脸蛋，将人打晕了过去。少女自然也察觉到了佐佐木的气息，问他是想自己出来还是被自己揪出来。第一次出任务就全军覆没，佐佐木心中也又纠结又害怕，要是就这么走了，他肯定良心不安，只能怂哒哒的主动走了出去，还摆出了一副谄媚的姿态。美少女一看见他那张脸就嫌弃的不行，得知佐佐木的异能力是生成水源，就没太把他当回事儿。佐佐木则开始对美少女吹彩虹屁，哎呀，你们的异能力可真厉害呀！先用移动物体的异能力进行范围压制，再用你的异能力1对1处理遗漏的目标，配合的可真默契呀！听到佐佐木询问他们的名字，少女立刻确认这位大叔是个新人，当即露出了一副满肚子坏水的表情。
佐佐木就干脆借着这个无知的人设，想套一套躲在暗处的那个异能力者的信息。可惜人家美少女根本不上套。事已至此，佐佐木也只能使出真本事了，直接用了前2天刚学到的雷电魔法，还逼出了2个隐藏在暗处的异能者。美少女忍不住问他到底是什么人。佐佐木总不能说我真的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40岁社畜大叔吧。他向少女提出一个交易请求，双方就此偃旗息鼓。佐佐木带着队友们离开，少女他们也不把今天的事情透露出去。没想到少女同意后，居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可惜佐佐木志不在此，只想老老实实的当个公务员。这次的任务就这样结束了。佐佐木也随便编了点瞎话糊弄部长，部长的表情明显带着怀疑，却也没多说些什么。而佐佐木在任务过程中的英雄救美行为也俘获了新奇的芳心，满脸羞涩地问他晚上有没有空，他想请他吃个饭作为感谢。然而佐佐木满脸不情愿，他还想赶紧回家好好跟小 B 亲热一下呢。不过毕竟是搭档，也只能赴约去了。也是在这顿饭中，佐佐木得知仙崎居然只是一个16岁的女高中生，平时故意化妆化的成熟，只是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个小鬼罢了。最后2人一起干杯庆祝。结束后，佐佐木拎着东西回家，路过一条巷子的时候，看到里面有个粉嫩嫩的美少女在扒垃圾桶，正在纠结要不要报警的时候，一转身，美少女竟然不见了。抬头一看，我去，她会飞，下一秒就消失在了虚空之中。佐佐木带回去的是小 B 心心念念的神户牛夏多布里昂牛排。小 B 一边哐哐干饭，一边嘴里还惊叹着这也太好吃了吧。佐佐木被他这副模样萌得心肝直颤，吃饱喝足后还给小 B 擦了擦嘴，讲起了自己今天遇到的事情。小 B 建议他还是赶紧学会回复魔法比较好。2人约好跟商会会长谈完生意后就进行魔法特训，结果一到异世界就从穆勒子爵那里获知了将要进行战争的消息。穆勒子爵也要去前线应战，这次的战争不容乐观，隔壁帝国的兵力几乎是他们的2倍，所以穆勒子爵想要请求佐佐木协助他们。佐佐木当然不想插和进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但穆勒子爵表示只需要他提供物资就行，毕竟跟人家做了这么久的生意，佐佐木也不能真的坐视不理。不过他还是建议穆勒子爵直接舍弃这个国家，带着全副身家逃到别国去。穆勒子爵却提起了小 B 在异世界的称号星之贤者，在100年前这个国家也是大名鼎鼎的魔法大国。然而由于部分贵族的剥削，很多魔法师都舍弃了国家，好在当时最优秀伟大的魔法师之一星之贤者还一直留在这里，勉强维持了平衡，可也只是维持了几年而已。之后部分贵族嫉妒星之贤者，在现任国王的支持下派人暗杀他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国家就陷入了衰亡。谁能想到区区一只小文鸟居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星之贤者呢？穆勒子爵虽为贵族，却心甘情愿为国家献出生命，守护人民，所以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佐佐木提出的建议的。佐佐木被穆勒子爵的大义所打动，表示可以为他们提供物资，当然就算他愿意帮忙，大概率也难以扭转最终的战局。小 B 看出了他心中的忧虑，表示只要他出手，这种事情分分钟就能解决，只是那样肯定会很高调。佐佐木和小 B 都不太想引人注目，2人决定再筹谋一下。结果回到餐厅，发现弗兰奇也遇到了问题，是之前的师傅过来找茬了，非得让弗兰奇低价贩售食材给他们。弗兰奇自然不可能做出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，佐佐木便让他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可以随时跟自己说，让弗兰奇大为感激。而这次的事情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城里的食品价格开始上涨了，佐佐木不能再坐以待毙，当即就和小 B 一起去了凯普勒商会，这是另一个国家数1数2的大商会，他们不用面临战争的威胁，物资储存相当丰富，佐佐木就想从这里购入物资带回王国。有钱不赚王八蛋，这家大商会的负责人对于送上门来的生意当然是求之不得，很快就敲定了合作。没过多久，佐佐木就带着大批物资瞬移回了穆勒子爵家里。看到仓库里堆满了物资，穆勒子爵也很惊讶，这些物资肯定能在战场上拯救很多人的性命。不过他也很惊讶，佐佐木居然能像星之贤者一样使用空间转移魔法。佐佐木刻意避开这个话题，问穆勒子爵为什么管那位魔法师叫星之贤者。
子爵回答，因为那位大人能使用多如繁星的魔法，不知不觉大家就那么称呼了。当时星之贤者还对这个称呼感到难为情呢。佐佐木忍不住回想起来第一次和小 B 见面的时候，对方那么雄赳赳气昂昂的自我介绍是异界之徒兼星之贤者，完全看不出难为情的样子啊。想必也挺满意这个称呼的。当天傍晚，佐佐木和穆勒子爵告别，却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。1个月后，佐佐木从商会会长口中得知了子爵离世的消息，他心里正难过着呢，部长却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，说要给他升职，因为上次的任务导致了许多人受伤，为了填补空缺，他就被升到了警部补，而且之后还是要跟星崎搭档。这些对佐佐木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他只想每天下班能回家吸鸟。这天又拎着一袋子食物回家，隔壁的女高中生还是照例坐在门口。女高中生问佐佐木最近是不是很忙，佐佐木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没想到对方竟然提出要帮他按摩肩膀，佐佐木吓得赶紧拒绝，同时递上去几个面包，却不知道这样做只会让女高中生对他的占有欲变得更强。回到家后，小 B 还在看电视，佐佐木看出来他心情有些不好，赶紧把草莓蛋糕拿了出来。其实在变成这副模样之前，小 B 和穆勒子爵还是有点交集的，也曾经一起喝过几次酒，可惜两边的世界都没有能让人复活的技术，更何况只要活着，总有一天会迎来死亡，要是太过在意，可吃不消的。小 B 嘴上这么说，爪子却不自觉地收紧。佐佐木表示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，可以随时告诉自己。说着，将自己的草莓也给了小 B。吃饱喝足后，两人又一起回到了异世界查看情况。餐厅已经打烊了。弗兰奇告诉佐佐木，穆勒子爵的死讯传回来后，很多人都离开了这座城镇。就在这时，商会会长跑了过来，说穆勒子爵家的管家想跟佐佐木谈一谈。万万没想到，其中还涉及到了争家产。参与会面的是穆勒子爵的女儿艾莎。艾莎本来是对佐佐木不屑一顾的，但是在看到小 B 后，瞬间变了副表情。他有2个兄长，分别叫马克西米利安和凯，就是这2个少爷在争家产。艾莎跟长兄马克关系比较好，同时非常讨厌凯。当然，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2人在争家产时，很可能会危及到艾莎。管家就希望在继承战落幕之前，佐佐木和商会能庇护一下艾莎。商会会长本来就跟穆勒子爵的关系挺好，对于这种事情肯定是在所不辞。这时候佐佐木就迷惑了，所以你们把我叫来是想干啥？原来是管家听说佐佐木有即使相隔甚远也能让双方对话的道具，以及能够看清楚远方的道具，也就是对讲机和望远镜。管家希望每样都能购买一套，佐佐木同样也答应了下来，虽然心中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，而他没有注意到管家那微微勾起来的唇角。